一座从岩石上雕凿的建筑。它充满了古代文明的神秘气息。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我们今天聊一下印度的凯拉萨神庙。人类的建筑模式一般都是从下往上，用搭建的方式建造而成。可是，在古代印度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将一块5层楼高、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玄武岩山体劈开，从上往下雕刻出一座规模宏大、精美绝伦的建筑。这就是凯拉萨神庙。这座神庙呢，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地区。这里有一片叫埃洛拉的石窟，凯拉萨神庙就是这片石窟中最大的一座寺庙。这里也是古代印度德干高原的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这种选址在古代的印度十分的普遍，因为贸易途经的大多是繁荣富庶和人口密集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呢，建造神庙除了方便人们参拜以外，还是商旅重要的补给和休息的地方。而且因为这些地方繁荣富庶富人也乐于对神庙做出定期的维护。当然了，王室的贵族也喜欢来这里拜访。凯拉萨神庙的建筑特点，概括地说，就是凿岩建筑。所谓凿岩建筑，就是在天然巨石上先粗略把岩石凿走，勾出最基本的建筑形态，然后再慢慢雕凿出建筑物常见的部分，如门窗和艺术雕刻等等。一般来说呢，这种凿岩建筑理应从侧面开始开凿，比如位于约旦的卡兹尼神殿就是用这种方法建造的。但是呢，凯拉萨神庙的建造者却选择了一种比较困难的建造方法，他们不是从侧面开始，而是从上往下开凿。据推测呢，工人先从岩石顶端凿走大量岩石，雕凿出建筑物的基本柱状，然后工匠开始在柱状岩石上逐渐雕凿出门窗和一些装饰图案。完成部分雕刻以后呢，工人便继续往下雕凿岩石工匠也会在新凿出的表面雕刻细刻美化，直到整座建筑物完成为止。当然，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工匠们还会持续的精雕细刻。那么当时的工匠用这种最困难的垂直开挖法，就是从最顶端向下开凿。据估计呢，他总共运走了工程石方超过240万吨，如果用大卡车运送的话，需要跑3万趟。这个工程量是非常的巨大。这座建筑的建造历时150年其中80%的工匠呢都没有最后看到它完成的样子。在开凿石庙的过程中呢，由于是从山顶开始逐步向下进行的，所以呢，工匠必须以精准的操作来避免失误，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雕刻的过程中，如果犯下任何的错误呢，都是无法挽回的可能会毁掉整个的结构体。正是因为从一块单独的岩石上雕刻出来，这一独特性呢，使凯拉萨神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石刻雕塑。
凯拉萨神庙是由古印度中南部的罗什托罗居陀王国建造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8到10世纪的时候。这座神庙供奉的是印度教的3大主神之一湿婆，象征着神话中的凯拉萨山就是湿婆的居所。不过有些人觉得它的历史应该更为久远。总之呢，它的建造的时代是在还没有现代机械技术的时代。当地呢还有一个传说，这座神庙是在1周之内建成的。这个传说是这样的：当时国王的妻子病重，他向湿婆祈祷，让他痊愈。在他的祷告中呢，这个国王立誓倘若他的妻子康复，他就会为湿婆修筑一座宏伟的庙宇，以表敬意。神奇的是，这个王后恢复了健康，那么国王也信守承诺，开启了这个庙宇的建造工程。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呢，国王祈求了神的介入，正因为如此呢，这个庙宇才能够快速的完成就是传说中的在1周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凯拉萨神庙有很多非常细致的雕刻和雕塑，它们描绘了很多神话故事，包括古印度经典的往事书内容，还有2大史诗《罗摩耶那》和《摩诃婆罗多》。凯拉萨神庙这座巨石建筑整体弥漫着一种先进的古代文明的神秘气息，显示出跨越时间和技术传统界限的这个高超水平。首先呢，就是它的设计超越了它所处的时代，它经过了精心的设计、策划和谋划。在这个建筑中有桥梁、阳台、楼梯、地下隧道、排水系统雨水灌溉网络和隐藏的通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同一块岩石上雕琢出来的。这样的规划就意味着设计师对工程和建筑有着深刻的领悟，绝非一般人能设计出来的。神庙的朝向和它的供水系统这些特征都必须提前进行规划，因为任何失误都是不可逆转的。还有建筑规模呢，也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在神庙内有一根高达100多英尺的巨大柱子，为了雕琢出这样一个独立的巨石建筑工人必须精确地移除柱子周围的岩石，使其得以耸立。这项任务就其范畴而言，仿佛如同大力神般的艰巨刚才说过，这个工匠从现场移除了岩石量，预估为40万吨。这样的数量即使在现代用机械工具来处理，也是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围绕凯拉萨神庙还有很多的谜团，比如挖掘出来的岩石去向。在这个寺庙建造期间呢，挖出了巨量的岩石石头，但是没有一块在现场或者周围被发现。这些海量的岩石是如何被运输的？被运输到了哪里还没有一个答案。对这座巨大建筑的另一个疑问就是，当时的工匠所使用的是什么工具和方法？古代建筑工人是否有可能使用了某种形式的先进技术，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失却失传了呢？因为历史记录的缺乏和匮乏呢，人们还无法确定他们使用了什么工具。在空中俯瞰凯拉萨神庙的时候，
它是极为显眼和突出的，它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可以看到，寺庙的大曼陀罗屋顶装饰着4只狮子雕塑，每只都有一只抬起的爪子，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并且神秘的排列。从空中视角观察呀，这种独特的布局好像就汇聚成了一个 X 的形状，很像是给空中做了一个指引的标记。这也引发了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建筑师是否有意将这些雕塑当作对来自天空的人的指引或者是一个信号。大家知道，在古代印度教经文中记录了一种飞行器，叫维曼纳斯。那么这些狮子形成的 X 形是为了能被那些飞行器上的人看到吗？我们再回到寺庙结构，这里的排水系统设计得非常精妙。这个系统包含一个错综复杂的渠道、排水沟以及排水口网络，也是整体雕刻于寺庙结构内的。因为这里经常有暴雨，为对应这里的暴雨情况，确保寺庙不会受到水害侵蚀，排水系统是提前设计好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工匠和设计者需要在他们开始从岩石中雕琢寺庙之前，就必须构想出这个排水系统。一旦岩石被雕琢以后任何计算的失误都无法修正，并且会引发洪水和侵蚀的问题。为了在寺庙的顶部、庭院和它的上层都可以收集雨水，并且将这些雨水从主体结构引导出去呢，寺庙的设计者必须确保这个渠道足够的宽，以应对这个季风降雨，但又要自然地融入寺庙的美学之中。所以这个排水系统设计得非常厉害，而且呢，它历经了1000多年，到现在还能有效的运作，只需要很少的这个维护。排水沟和排水口呢，被雕刻成带有一定的坡度，可以使雨水顺利的从寺庙流走，防止积水和侵蚀。这种设计水平呢，是远远超越了凯拉萨神庙所处的时代。没有这个排水系统这座神庙呢，这座建筑可能无法留存到今天。这个就是展现了建造者和设计者对水利学的深刻的认识。除了这个独特的建造方式呢，凯拉萨神庙还有一种独特的声学特质。在这座建筑的大厅和房间里面，诵经的声音和音符在这些空间中会产生共鸣，以一种似乎是有意设计的方式放大并回荡，在大厅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神庙的建筑有着石凿的柱子、拱形的房间以及相互连接的大厅，好像都是为了以一种特定方式，为了增强声音而精心打造的。这个就提升了某一些特定的频率和声波。考虑到这个整个建筑的石凿的这个特质通常会吸收声音而非放大声音，这个特性呢是非常的突出。另外呢，在这个凯拉萨神庙的房间里面产生的回声呢，并不杂乱，而是似乎受到了控制为声音增添了这种节奏感。那么这座建筑的建筑师似乎对这个声学有很深刻的理解那么对这个神庙的设计和建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建筑中柱子的放置、天花板的曲率，还有房间的大小，似乎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以便达成这种特定的声学效果。与现代声学工程相比呢，凯拉萨神庙的声音动态是令人感到这个惊叹比如我们现代的音乐厅和剧院呢，是在先进技术的辅助下被设计出来的。
以实现理想的声学效果。但是呢，凯拉萨神庙是在1000多年前建造的啊，没有这个现代声学中应用的技术和材料。所以呢，凯拉萨神庙的设计师啊，具备了这种声学的知识啊，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这些声学知识的来源也是一个谜团啊，没有历史记录对这种所使用的这个原理或技术啊加以这个解释。由于这个文献的缺失啊，人们不知道古代人是如何实现这种先进的声学设计。那么这个石刻建筑的声学特征的目的是用于什么呢？从凯拉萨神庙的声学特性中浮现出的一个理论是，声音可能被用于治疗目的。这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古代传统和实践的概念。这个理论表明啊，这个建筑独特的声学特征是有意设计来专门利用声音做治疗啊，使得这个场所啊不只是一个礼拜的场所啊，更是一个整体治疗与恢复健康的中心。声学或者声音的疗法这个概念啊，就是说，通过声音的振动，可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很多古代文化里，比如像印度的佛陀传统，声音向来都被视作疗愈和转变的有力手段。凯拉萨神庙里面的这个特定频率啊和共振，或许就经过了精准的调教，以此呢营造出有益于疗愈的氛围。它的内部房间的回声和震动很可能是为了能与某些可促进精神觉醒或者提升意识形态的频率产生共鸣而精心设计的。这种令人惊叹的设计呢，为这座神庙又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表明啊，这个建造者对音响设计工程的理解要远远超过现代人的认知。在17世纪的时候啊，莫尔皇帝奥朗则布曾经下令摧毁这座印度教的神庙，因为莫尔帝国的统治者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他们要拆毁这座凯拉萨神庙。据说呢，当时雇佣了1000人啊来拆除这座神庙，他们工作了3年啊，尽管他们非常努力的想拆毁这座建筑，但是呢，只造成了这个极小的损害。神庙的主体结构呢，大部分啊都是很大程度上依旧完好无损。这件事情说明啊，这座用了某种先进手段建造的凯拉萨神庙，它的建筑结构有很好的耐久性和韧性啊，也证明了建造它的这个文明啊，比拆毁它的这个文明更高级。凯拉萨神庙的各个方面呢，都显示出设计者拥有先进的工程智慧，还拥有某种已在历史长河中遗失的建筑技术，这都是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啊。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请关注老张的频道，谢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